在电动车全面开出，而一般的使用的这个汽油的车啊，不断的占比在下降的关键时刻，我相信石油的相对的依存度相对会降低。长期来讲，油价是看跌的。那么在俄乌战争告一段落之后呢，各位财讯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谢金河，欢迎再度收看老谢开讲。这礼拜呢，我们来看台湾在黄仁勋离开之后呢，那么现在看起来又有一番新的气象。我们今年有50年的庆贺，那我想这一次也是大家成为财讯读者最好的机会。同时也预告台讯双周刊26期现在优惠价2280元，欢迎大家踊跃订购，也希望大家成为财讯的读者。那么在这个礼拜当中啊，亚马逊的 AWS 呢，准备要砸40亿美金来投资台湾，要在设立3座大型的资料中心，到2025年的时候呢上线。这当中啊，特别提到它全部要使用绿电。从2014年开始呢，亚马逊开始在台湾投资，2018到2022，现在如果到2025呢，3座大型资料中心在台湾投资，我们可以看到从 Google 到微软之后呢，整个美国的跟云有关的大型的 AI 的公司呢，都会落脚在台湾。这个时候大家可以想见，在这一次黄仁勋来台湾的时候呢，他也告诉大家，台湾是在这一次 AI 的最重要的核心在这个最重要的核心当中，那么大家要慢慢去体验一下黄仁勋所接触的普世价值，其实也给世人带来非常大的不同的面向。也就是大家看到黄仁勋几乎把所有的供应链压在台湾台湾能够成为 AI 供应链非常强大的供应链的一环，因为台商回台投资。但他跟马斯克呢走的不同的路线呢，马斯克把所有的生产线呢重压到中国，这个重压到中国之后呢，对价值的信仰不同，马斯克拥抱中国，但在中国呢生出更多的中国供应链，所以现在的电动车产业呢受到价格杀戮的影响。我们看到 NVIDIA 呢又回到3兆，而特斯拉节节败退，市值狂掉，那它陷入到中国养套杀的恶性循环当中啊，是非常值得省思的。那可以看到这一次他也花钱买辉达的晶片，同时呢，我们也看到澳洲出现特斯拉的坟场，这个特斯拉的汽车到了澳洲的港口，现在堆积如山呢，卖不掉啊。这个是我们看到，当你的对价值信仰不同的时候呢 ，NVIDIA 跟特斯拉它生出不同的股价的发展的方向。从这一次亚马逊在台湾设立资料中心也可以看出来，他们投资台湾呢是异曲同工，而且有志一同。这个现象也告诉大家，尽管中国对台湾施加压力，国际上也有包括像经济学人或是彭博不断的告诉大家台湾的危险，但是大家可以想见，外国大型公司在台湾的投资仍然前仆后继，也告诉大家，在台湾的地缘压力当中，大家仍然力挺台湾。我相信这是一个台湾值得大家很欣慰的一件大事。好，这个礼拜还有一件大事，大家要高度关注的。苹果呢，它经历了中国的杀戮之后呢，那么苹果现在跟 OpenAI 结合，未来的下一代的 iPhone 呢，将大量使用 AI 的实用的这个 APP。那么在未来的新的时代呢，我相信大家会给苹果重新定位。这个礼拜苹果的股价已经到了210几块了。那苹果大涨之后呢，市值到达 3.34 兆，在经过1年左右的时间，现在苹果的市值又超过了微软，所以这3家现在第一个呢，大家可以看到苹果、微软、NVIDIA 呢3家公司的市值的排列，现在在这个关键点上，大家交接在一起，代表这3家跟 AI 有关的公司现在站在历史的起跑线上。这个起跑线上呢，未来会出现更大的变化，这是非常高度值得大家注意的。美国对中国的 AI 的限制呢，一定会越来越激烈，大家一定要认知，未来是一场 AI 决胜的关键时刻，所以对晶片呢，它会更加的坚壁清野台积电呢，在这样的一个管制当中台积电的角色会更重要。那么大家已经可以意识到，全球尤其 AI 晶片几乎全部来自台湾，我相信这是一个大变化的时代。这礼拜当中，我们也看到美国的通膨在 CPI 3.3， 核心 CPI 3.4， 大概都低于预期现在 IEA 有一个预测，到2030年油将严重过剩。我们大概要特别注意了，现在在电动车全面开出，而一般的使用的这个汽油的车
不断的占比在下降的关键时刻，我相信石油的相对的依存度相对会降低。长期来讲，油价是看跌的。那么在俄乌战争告一段落之后呢，我相信油价是会下跌，而全世界现在所面对的在通膨的压力呢，我相信也会大大的减轻。接下来我们要看在刚刚完成的印度，莫迪在6月9号呢第3任再度成为印度的总理。那么大致上来讲，印度在这次我参访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原来预期莫迪会大胜，因为莫迪在印度的声望是非常高的，在这个造势当中啊，受到人民的高度的拥戴。但是票投出来的结果是让莫迪的人民党大惊失色。我在印度的时候呢，他们都预估今年的印度人民党大概可以拿到400席以上的席次，但是印度的人民这一次投票呢，给了人民党240席，400跟240啊，相差非常激烈。我们看这张表，这 NDA 啊是人民党跟2个同盟的政党现在的联合。人民党呢上一届啊303席，这一次呢240，大概少掉63。NDA 是跟执政联盟的结合，有293。未来莫迪的执政啊，必须仰赖友党的加盟才有办法形成多数。而国大党在这一次呢，它从52席啊变成了99席，上升47席。而 India 的在野联盟呢，现在230席，其实它跟人民党已经非常接近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想对莫迪来讲，人民用选票来压制莫迪的胜利。对印度人民来讲，让莫迪的执政更谦卑，看起来这个也是一个相对制衡有效的方式。所以这个投票出来之后呢，对莫迪未来的领导印度，其实也给台湾一个非常强烈的启发。那么大家也可以看到，民进党在小英执政的8年，他也交出一张非常亮丽的经济成绩单，但是在分配上不尽如人意，所以最后的结果呢，在立法院这次民进党没有单独过半，所以我们看到立法院的抗争啊，现在是让台湾的民众感觉到非常的困扰。好，台湾跟印度呢，在未来的关键时刻，我们看到莫迪当选之后呢，赖清德总统马上发贺电，在 X 上面，赖清德特别恭贺莫迪总理。那莫迪也非常客气的感谢赖清德总统，他说感谢你给我一个 message 哈，那希望双方合作啊会更加愉快。这是6月9号莫迪的就任典礼，他这一次有8000多人来参与盛会，主要是他邻近的国家，欧美的政坛大咖比较少。那未来莫迪如何领导印度经济的发展，大家可以看到，从2000年到现在，印度的股市呢，从2615点，这一次跑到76795点，这个是完全让大家跌破眼镜。印度股市啊，在过去的20年是全世界最令人惊叹的市场，而莫迪也带领印度呢走过一个印度经济发展的奇迹。所以今天花一点时间来跟大家谈谈我上次到印度参访所看到的一些心得。在这次印度的转折当中啊，我也到了泰姬玛哈陵，这是在1632年完成的一种宫殿式的建筑。在印度的蒙兀尔时代呢，印度其实国力已经非常坚强了。我从这个班加罗机场进入，在机场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新机场用了国际知名的设计师来设计，整个机场的外观或机场的内部都非常的现代化。如果对比印度的经济，大家要有一个感觉，台湾的经济实力现在非常好，但是我们的机场呢非常的简陋。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期待政府用更大的魄力呢，来让机场有一个国际性机场的这种评比，让大家刮目相看。我想这是赖总统在未来几年要尽力完成的目标。那第二个呢，我们在班加罗去看的包括振华电、研华、联发科，那大家也可以看到，在这一场参访当中啊，像这个研华呢，他派出来5位在地的副总级的主管，包括总经理，全部是印度人。那这个也告诉大家，台商过去在全世界的布局都在使用当地廉价劳力，但是现在呢，开始用印度当地高阶的人才。那我想，人才的争夺战是未来台商在印度投资当中啊，一定要注意的面向。而另外一个呢，是在振华电，我们看到我在机场的商店当中所看到这一台机器啊，都叫 PosiFlex。
这个机器呢90%以上呢大概都是振华电提供的，所以也可以看出来台商充分打进了印度的市场。第三个面向，我们到了孟买，大概可以看到孟买有非常多这个叫千人洗衣厂，以前医院啊、饭店所有的大规模的洗涤的都集中在这里。这个洗衣厂几十年来肩负洗衣的工作，但是现在慢慢是在被时代淘汰了。那也有贫民窟啊。那这次我们也特别到这个印度首富信实集团的27层的大楼哈，它一个家族有600个佣人哦，那是印度大家所看到一个非常壮观的景象。你看到这个是印度对 Gautam Adani 哦，这阿达尼集团在印度啊，大概像加油站这些啊，煤矿啦、能源啦，都是他们在进口，所以它左右印度的半边天。那这个是信实集团，信实集团是印度现在最有实力的财团。我们看到阿达尼的身价上千亿哦。另外一个呢是阿玛尼哦，他已经打败李嘉诚变亚洲的首富了。那我们看到这个最近啊，阿玛尼呢儿子结婚在印度，他请了蕾哈娜来演唱哦。同时呢，这个盛会啊，全世界大咖的，包括比尔盖茨的，包括马克佐伯格呢，都来参与盛会。第四个，大概我们可以看到台商现在已经进入到莫迪的家乡古吉拉省哈。那古吉拉现在蓝六呢用了12亿呢打造不织布厂，中钢呢在做细钢片。这一次中钢的翁朝栋董事长已经刚刚退休，那但是他这一次从越南呢特别赶到印度来跟我们做简报。那印度在未来的发展当中啊，它现在跟中国处在一个严肃对立的状态。印度呢不发中国签证，也没有看到中国的旅行团，也禁了中国的 APP， 禁抖音，禁微信，限缩小米的营运。那这个情况其实都可以看出来，在印度跟中国交恶状态当中，台湾跟印度有更强大的双边往来的机会。我们大概可以看到，在过去一段时间，印度透过很多关系来到台湾，跟力积电的黄崇仁董事长不断的在交换意见。那力积电也协助呢印度来盖半导体厂，所以我想印度非常渴望在半导体产业呢能够有开花结果的未来的目标。那台湾可以协助印度。而另一方面呢，在过去这几年，20年台湾出口到印度呢 25.95 亿美元，21年呢到 45.22， 到22年的时候到 53.19， 到23年已经到 60.11 亿了。这个概况可以看出来，整个台湾出口到印度现在的金额慢慢在水涨船高。那今年第一季呢 18.49， 到5月的时候呢已经到 32.32， 那这个看起来成长力道是非常的惊人，所以我相信台印双边会有更大发展的空间。那未来的发展，我想假如印度能够跟台湾谈成双边的关税折让，我相信也会加速台商到印度的布局。过去的30年，中国的蓬勃发展，台商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而印度在未来30年，如果要快速的跃升，我相信台商会协助印度在未来经济发展上更加快速的发展的进步。我想今天的简报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大家的观赏。下周同一时间，请大家继续收看。